大家好，比特币昨天4小时是收了一个多头的吞噬，那会不会像4月份的时候，当时价格在75000美金，推特上面给大家分享的比特币 W 底的结构，以及中东火药桶，空头要是想追击，这2天早就应该跌了。那既然不跌，是否代表上涨？反正长线我还是继续在看涨，2-3年之前做多的利润，反正继续 hold。因为黄金涨，有可能比特币价格就会跟上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用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对比黄金的日线的这个图表。记得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，其实当时从这个位置跌到8万美金以下，有几次在推特上也是跟大家分享。我个人是包括朋友的新的资金，反正包括现货这一块是在8万以下，继续 all in 比特币。现在也没有多少资金哦，特别是我自己，因为这2年是一路在买啊。那买到现在的话，有些朋友是担心比特币或者是中东那边开战的话，比特币价格会跌，但是这2天价格也不跌哦，或者是等下来跟大家讲，就是之前推特上面有跟大家分享的 75K 的低点4个小时有一个 W 底的结构，跟昨天4个小时收的那个多头吞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？那朋友们都知道黄金价格是涨了，所以我们再来对比一下黄金价格跟比特币这1-2年以来的走势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是这样子哦，比如2023年的时候，当时比特币价格涨高了以后，有可能黄金价格之前涨的话，它这一条黄色的线价格是在盘整，那比特币价格涨上来以后，有些资金可能没地方去，价格涨多了以后，比特币价格是在盘整，就是这个蜡烛图。然后盘整的时候，有些资金可能就轮动到黄金的这一个市场里面，或者是去推升这一个黄金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当黄金价格也涨高了以后，黄色的线它开始在盘整，然后比特币盘整的时间是更长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剪刀差的走势，就是有一部分资金可能受到一些新闻的影响，比特币是在反复的就是上冲下洗，然后有一部分资金可能主力就去推升，就是这个黄金的走势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当黄金的价格资金推升到高点以后，可能主力也是在判断黄金价格会洗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有一部分资金就继续回流到比特币这边去推升比特币的价格，就是黄金价格黄色的线在盘整的时候，比特币价格就开始上涨，然后比特币涨高了以后，价格又开始盘整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特币在盘整的时候，黄金价格黄色的线盘整了有一段时间，然后有一部分资金又回流到这个黄金价格就开始上涨。那黄金价格在涨的时候，可能比特币的主力它或者是盘整挖坑，其实也是全部都是在盘整，盘整到差不多的位置，黄金价格涨高了，开始价格在盘整，比特币的价格就开始在推升，这里面的资金就又跑到这个比特币。那现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黄金的价格盘整了有一段时间，比特币价格也涨高了，可能有一部分的资金它又跑到这个黄金盘整的时间充分到位以后，或者是中东那边开战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既然黄金都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，反正我是相信大长线黄金肯定也是要涨的，因为局势这么乱，美国那边内乱，中东开战，或者是印度跟那一个巴基斯坦，包括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，以及大陆的那个反正经济产业，我个人的观点是，几十年了，全部都是地产在支持。那地产现在是在下跌，或者是全球的经济这么烂的情况下，各个国家都在搞经济刺激。那经济刺激需要什么？需要大量的货币印出来干嘛？去改善市场的流动性，
去给那一些企业家，或者是给那一些需要发展的公司，或者是个体企业，给他们提供流动性啊。所以十几年的金融市场交易经验早就看透了，法币是世纪骗局啊。所以现在老百姓都明白了，反正最好的、最真正的钱，这个环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比特币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交易所比特币钱包的余额，因为这个东西是能直观的反映，就是大户或者是大金融机构，他们到底是从交易所里面把比特币搬出来，放到自己的钱包，放到自己的钱包就是代表有些大机构他可能买入以后就不想卖出，一直在看涨这个比特币。那么再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啊，当时比特币交易所钱包余额是270万枚，2024年初的时候一路在下降，造就了比特币当时这个位置价格是在4万左右，就是价格一路上涨。那么观察一下最近的比特币交易所钱包余额，反正数量是一直在下降啊，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会不会跌破200万枚的比特币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确实是有一点像75K 当时也是黑天鹅事件，就是特朗普的那个关税。那这一次中东爆发战争，它跌到这个低点的位置，第二根蜡烛或者是第三根、第四根，它是直接把这一根蜡烛全部给吃掉，说明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有些散户或者是那一些空头，在消息出来的时候，反而是在这个位置卖出或者是做空。那这个涨上来是什么？就是代表主力又是在搞散户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根，也可以看作一个多头的抵抗。然后这2天下跌，它又跌到这个位置就撑住啊。就是这2根当时是不是有主力在这个位置护盘？就是又是之前有提到的一个104000美金。那现在既然价格跌到这个位置，昨天4个小时又来了一个多头的吞噬。如果在这个位置，我也不确定它主力到底会不会洗，或者是看周一的情况，包括美股或者是全球的一些市场，我们尽量去观察一下战争，有些市场是在下跌。比特币只要这个位置104000美金不跌破，反正尽量观察比特币价格会不会继续往上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期货热力清算图，就是最近发现好像已经是没有人在大举的做多，或者是也没有人在大举的做空，不同于之前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在10万到11万左右的时候，就是有一大片的空单，黄色的这个区间，然后价格涨上来，把这些空单全部给爆仓，以及价格再跌下去，就是这一片黄色的区间，有一大片的多单又给爆仓。那爆仓完以后，我们看一下最近是下方多单的数量比较少，或者是上方的空单也是数量相对比较少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往往在这种时候，就是多头或者是空头都失去耐心的时候，市场冷清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比特币就会做方向的选择？当然也是希望比特币只要10万或者是104000美金稳住，希望它早继续给我往上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之前是有提到的一个支撑位，最终也是给跌破，或者是这2天没有聊狗狗币。那现在价格狗狗币前面的这个看涨楔形，整个长线反正我还是继续在看涨。那短线的这个位置，前面这2根日线里面的支撑的低点，我们继续观察吧。狗狗币之前在这个位置启动的时候，我相信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主力的洗盘的成本区哦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，前面在这一根上涨的时候，有跟朋友们提到，你去观察收盘的时候，或者是盘中，它价格不要回到这个2800。那现在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，而且前面有跟大家提到的一个中线的支撑位，就是这边会不会是一个箱体一半的位置，短期是有一点跌破。那我们尽量观察吧，价格又回到这个箱体一半的下方去盘整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箱体下方应该也是具有一定的支撑啊，不然的话
它也不会这样子去收下灯线，或者是我们观察4个小时的以太坊，其实目前也是有一个多头的吞噬哦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。